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豪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杠数排名第1和第2的自动成为候选人，我们有请雷哥和潇潇。这个词往往是职场当中新同事最害怕听到的一个词，他们害怕差别待遇，他们一生温暖纯良，唯一不舍的是爱和自由。然后还有4个候选人要选，我们把权力交给4位导师。我先选黄志忠，我选许基如吧。我推荐的是詹青云。傅首尔。婚姻能不能教会你幸福不一定，教会你吵架是一定的。中年女人的特长是什么？就是我们好像没道理，但是只要你来讲道理，就会发现自己更没道理。没有办法表达出差异的关系，剩下来的都是对你、对我、对所有人的委屈。我不想说正确的废话，是因为我的心里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正确的废话废掉我真正去看见和关心一个人的能力。生死不是筹码，爱不是工具。时光给过我们的机会，我们珍惜了。压力太大了。职中正方，詹青云和傅首尔正方。好吧，当表演赛打了，因为他们2个真的是第1次打，然后对面那3个又都是妖怪。没有啦，因为队长赛的准备时间非常仓促嘛，然后加上又很焦虑紧张。回到酒店已经1、2点了嘛，然后5点半起来，我又推翻了我之前写的一版。我到今天早上8点、9点的时候都还没有成型的稿子，然后我周围的那几个最好的朋友，主要都不是在帮我改稿子，主要是在帮我做心理建设，非常焦虑。我那时候主要的力气是想先整理好情绪，因为我觉得那比去记论点重要的多。我心里乱糟糟的，然后还特别会介意到底有没有打好，然后保持着各种各样的杂念，然后在那边背题目，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我们上场2点多左右。现在呢？现在是1点50，还有10几分钟是20分钟吗？但是随便在哪可以吧？我之前自己一个人打比赛都已经打过来了，那明天都有队友了，我当然更有信心了。我对我的2个队友都很有信心。为什么要尽可能努力的去打队长赛？我不想拖这个队伍的后腿。我们这帮人就是死过去，也不会让自己的脸丢在台上。大家好，我是蔡康永。在6年前，我主持《康熙来了》；在6年后，我是《奇葩说》的导师。大家好，我是李诞。在6年前，我是《奇葩说》的观众；在6年后，我是《奇葩说》的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薛兆丰。在6年前，我还是一个正常人；6年后，我是《奇葩说》第6季的导师。大家好，我是罗振宇。6年前，我请薛兆丰老师做一门课；6年后，他来到了《奇葩说》。行，就你厉害，行。大家好，我是马东。6年前，我在主持《奇葩说》第1季；6年后，我在主持第6季。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女神杨超越。Hello， 这边请坐。杨超越是不是好瘦？好漂亮，好漂亮，真的。
而且像好人的样子。好人啊，因为好人在这个节目会显得特别醒目。这边都是坏人吗？在座的？你等一下就知道了。这几位老师，你事先都有过交集，认识吗？蔡老师，我在那个电视上见过。这位你见过吗？刚刚后台见过。啊好。超越，我给你介绍一下薛兆丰教授。虽然他穿得像一个伴郎，但是他真的是一个仙啊，他是经济，你这对经济学教授啊，你有经纪人吧？对不对？有。他们就同一个职业啊。那位呢？这个我知道，我上一次去那个吐槽大会找他来着，他不在。你去吐槽大会找他，本来想做什么呢？吐槽他。那可以，今天可以一偿夙愿，嘎。哎呀，其实没有啦。其实我以前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看节目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可爱。哦，那超越，我今天能做一件我的这个夙愿的，能了结我一桩心愿吗？哎，我能不能就是当面转一下杨超越？这个人真烦人，对不起，超越，来，我帮你把他转回来。哎，我觉得咱们俩2019年会很顺，会很顺。超越，你有男朋友吗？没有。你怎么回答这么快？你再想一想。我再想想。啊，没有。你喜欢胖的还是瘦的？瘦的吧。啊，要瘦成什么样才叫瘦？就是李诞那样叫瘦吗？算瘦的。啊，我这样算胖吗？啊，没关系啊。你这不是为难人吗？匀称。哇，不错。罗老师那样算胖吗？饱满。饱满，很会讲，真的很周到。来，劳驾您起立一下，对。这样呢？珠圆玉润。啊，厉害！珠圆玉润可还行。我跟你讲，胖有很多烦恼。今天在朋友圈看一张照片，拍了一个胖子在那边看一本书，说只要你足够胖，你无论多么认真在读书，都像是在点菜。真的好苦恼。来，我们给杨超越准备了一些快问快答的问题，然后据说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哈。所以漂亮女生到底应该拼事业还是拼男人？拼事业。为什么不是拼男人？因为你有了事业，就会有很多男生喜欢你。所以女生该不该主动追男生？不管男生女生喜欢就可以追啊。为什么要分女生该不该呢？哦。那就要请教一下，追过吗？啊？想遇到。然后真的会付诸行动吗？我绝对会给他一场轰轰烈烈的表白，他想要什么我都给他，什么鲜花呀、蜡烛啊、热气球啊，还有各种唱歌。鲜花跟蜡烛是上坟吧？如果他愿意的话，我还可以给他唱情歌。想好了给他唱哪一首吗？唱那个什么。新鸳鸯蝴蝶梦，他会喜欢。第一句是什么？看似个鸳鸯蝴蝶。哦。不应该的年代。这个歌真的有点不应该的年代，真的不应该。这歌用来求爱真的还挺吉利的，我跟你讲。你真的对她很严，她是历来女神中被问最多问题的。没有，这题目都很容易啊。这题目都很容易。我来一遍啊，薛教授，漂亮女人是拼事业还是拼男人？拼啊，
啊，算了，不是很容易吗？这一题就挂了。对呀。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豪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鹅真暖和。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超多超快超好看，快乐要尽兴，就在爱奇艺 VIP 会员。欢迎收看爱奇艺纯网自制综艺《奇葩说》第6季。朋友，给你介绍一下前情战况哈，他们是6个人当中，要有4个人将任第6季4个战队的队长，他们现在是队长候选人。我给你介绍一下，那边那位，就那边点菜的那位啊。点完了。雷哥，他是整个《奇葩说》第6季开场以来的天选之子，跟你的命是一样的。啊，那边那位穿了一身绿的姐姐叫傅首尔。我知道哎，你知道？嗯，哎，我跟我朋友在吃那个外卖的时候看那一期，就是有看到他和别的人就是拉那个杆儿，然后吵架。原来我们在他眼中是个拉着杆儿吵架的人。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辩题，来。美丽精致是我的代名词。口红只有0支和无数支，顶级好粮喂饱我的猫猫狗狗。咖啡我只喝来自巴拿马翡翠庄园的瑰夏冰滴，红酒必须喝来自勃艮第的罗曼尼。我心仪的好物都从京东入手，在意的好物都在京东双11全球好物节。生活不易，不精致是对自己的残忍。天哪，只有2块1毛9了，这下又要与土为伴了。不过钱财乃身外之物，奋斗不就是为了宠爱自己吗？让自己过得优越体面。现在穷就穷一点喽。啊？等等，九莉不是跟我同一年毕业的吗？明明工资一样，她哪里来的这么多钱？都计划买房了。不过她平日里不买新衣服、不聚会的，原来是在偷偷的攒钱。怎么办？好焦虑，好焦虑，好焦虑，好焦虑！别人已经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而我一点存款都没有，是个穷光蛋。到底要我怎么样？年纪轻轻，精致穷，我错了吗？年纪轻轻，精致穷，我错了吗？超越，你愿意选择正方还是反方？我觉得精致穷没有错。为什么精致穷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只有会花钱才会赚钱啊，然后你要不停地对自己投入，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往自己的身上投入，改变你的外表，你整个人就会很有自信，然后工作效率也会高。超越自己有感觉过自己有穷的阶段吗？有啊，以前我刚打工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裙子，大概700，然后我工资只有800，然后就1个月的工资我就买了那一条裙子。那你这1个月拿那100过？对啊，就是喝粥啊什么的。吃啊？对。这就是年轻人的生活状态。那就是精致穷啊，因为他就是选了那条裙子。对。就裙子果然有带来一些正能量嘛。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感觉拥有了全世界，但是穿旧了之后就觉得哦，也就那样吧。来，导师请选择持方。我们看看全场观众，你们手边有红蓝键，
按红键是说金志琼错了，按蓝键是金志琼没有错，请表态。好，3、2、1，停在这儿。现在有31个人认为金志琼错了，69个人认为金志琼没有错。好，让我们进入奇葩说正式辩论。正方一辩，傅首尔，请来。金志琼到底有什么错？让我来正面告诉你。第一，错在自我怀疑。我问你们，人为什么要精致？就是为了忘了自己穷。但是看看这个题目，我金志琼，说明你记性好，忘不掉。所以我觉得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与之匹配的心智。大家装到现在了，还觉得装逼的基本素养是有钱吗？我告诉你们，不是，最重要的是情绪稳定，持续的告诉自己我不穷。你不会问自己说金志琼我错了吗？你只会问自己金志琼我棒不棒？我觉得这个题嘛，就是针对我，因为你看年纪轻轻我没有体验，精致我也没有体验，我唯一有的体验就是穷。而且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就是以朴素出名，但是呢很倒霉，就是嫁了一个金志琼的老公，他是一个无公斤，每天就知道买鞋。问题是心态特别好，我今天上台，他问我准备的怎么样，我说不行，他说放心，你不行，大家都不行，大不了让节目垮掉。然后我上一季就说过嘛，我说我要不是看脸，也不能上这么大的当啊！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上当的全过程。我跟他呢是相亲认识的，相亲的时候他穿的人五人六的啊。然后呢，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他，之前我也见过一些比较实在的人，见我的时候就说，哎，自己有车有房。那时候我觉得好俗呀，谈恋爱为什么要谈钱？我老公不一样，他见到我的时候说，你放心，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肯定会对你好。不得不说，令人耳目一新。然后当时的我心里想的是说，这个人穿成这样，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结了婚以后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还不死心，我就问他，我说现在没钱没关系，将来你有了钱不会变坏吧？他又用坚定的口气跟我说，你放心，我这辈子都不会有钱的。那时候的我觉得他好幽默啊，但是后来结了婚，我发现男人有些承诺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就是金志琼最大的问题，最后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祸害。我希望广大金志琼反省反省自己。然后你们肯定会说啊，那年轻的时候不精致，你中年就精致不了。的确，我就是一个典型。1v1生存战的时候，冉光明他拿来了一个奇葩大会的名牌，我在那个底下泪流满面，很多人不能理解，因为我想起了3年前的我自己。我第一次参加奇葩大会的时候，那件西装420块钱。是我那几年最像样的一件衣服。那几年我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是把孩子哄睡了以后，就在写字台边看书写作。如果今天的我让观众朋友们觉得身上有一些光芒，是因为我把一个女人最美的那几年都花在了那张冷板凳上。我觉得没有那个粗糙的我，就没有今天这个闪光的我；如果没有那个不知道应该买什么的我，就没有今天这个好看的衣服都可以随便买的我。如果身后有人支撑，我觉得那不叫真正的金志琼。今天我真正想讨论的是那些家境不太好，但是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应该在这个消费主义横行的生活中，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我只是觉得年纪轻轻需要一些勇气，需要一些定力，也需要一些耐心。如果世界对我们不够好，量步而行，小心翼翼，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抗击方式。在李诞还不是李诞的时候，他发过一条微博，他说他最讨厌的就是过于努力的人。他说人生又不是奥运会。当时我看到这条微博，就感觉他踩了我的尾巴，因为我就是一个过于努力的人。今天我想说很抱歉，对于有的人来说，生活就是奥运会，我们生下来就长在跑道上，一生都要全力奔跑。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太多人愿意跟自己说我值得，太少人会跟自己说我不配。那几年我一直都跟我自己说我不配，因为我妈妈还穿着打补丁的袜子，我妹妹在法国留学，每天除了学习就是打工，一直不停地刷盘子。
我觉得金志琼最大的错就是错在懦弱。我们总是有跟自己说我值得的决心，却没有跟自己说我不配的勇气。其实我的人生也有很多遗憾，我总是遗憾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特别美丽。我今天很感谢这个辩题，就打开了我心结。青春嘛，怎么都会过完的。我觉得那个别人眼中的傅首尔，也许一天都没活过，但是在我自己心里的这个傅首尔，他之所以今天成为今天的我，并不是因为他穿了什么。我想，当我老了坐在摇椅上回顾过往，可能没有靓丽精致的青春，但是今天这个舞台上，35岁让全家人过上好生活的我，才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留影。谢谢大家。超越，我请教一个问题，雷哥那个是叫空气刘海吗？他那个应该算是吧。雷哥，你弄这么一个发型是怎么想的？不做这样的话，发际线很高。你介不介意搂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啊。哇，一眼望不到头啊！叫做一望无际，难怪他这个一望无际。来，让我们有请反方一辩，雷哥。刚才12姐跟我们讲了一些过来人的角度，现在我想请大家来听一下一个正当青年人的角度。看着不像吗？啊！我觉得年纪轻轻金志琼没有错，为什么？先来跟他剖析一下什么叫做精致穷。精致穷的意思是，虽然说我赚的不多，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追求精致，为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喜欢的东西而变穷，穷的明明白白，活得开心闪亮。大家仔细的品一品，是不是可以感觉到一些积极、阳光、正能量的味道？我活得不光很精致，我还很励志啊！而且，年纪轻轻的谁不穷啊？谁不穷？你穷的响叮当，我穷的叮当响，对不对？穷嘛，咱们年轻人要穷出点动静，而且精致穷就是穷里边最有动静的那种啊！看到喜欢的包买，看到心仪的衣服买，看到新出的手机买，开到京东购物节买。我花我自己的钱，让我自己过得精致，我开心。但是今天对方辩友在跟我说啊，我年纪轻轻过得精致穷，好，我错了，好，这样好，我不但穷，我还不开心啊。但是你要记住，年纪轻轻不开心，这才是最大的错。好，我还以为我发言时间到了，没有，我给你叫好。好。再说了啊，年纪轻轻，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把钱花到哪里去。存银行吗？利息有点多啊。炒股票吗？亏的有点多。买房子吗？想的有点多。思来想去，也就只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是最有价值的投资。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精致，就是对自己的包装，为的就是以后能够过得更精致。我拿我老婆举个例子啊，我老婆呢是做金融的，刚毕业的时候呢，每天都挤着公交车去跟别人谈业务，往往都谈不到客户，因为人家觉得你比较 low， 看不起。后来呢，她就投资了一下自己，咬咬牙买了一辆车，天天开着车出去，哎，真的很有效果啊！一段时间下来，我老婆成了一名专车司机，现在赚的比以前多了很多。你看，投资了自己，是不是升值了啊？我们来聊聊人生吧，给点抒情的音乐，谢谢啊。人这一辈子啊，弹指一挥间，一不小心说没，可能就没了。你以为你年纪轻轻精致穷是不节俭，但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安享晚年？你看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手机壳后面写着哪4个字？及时行乐呀！潜台词是什么？时日无多啊！好，倪岩老师把音乐停掉，换个俏皮的，咱们不说那么怕的话题啊。
今年我刚刚30岁啊，再过1-2个月马上就要结婚了。此时此刻我非常后悔，悔不当初单身的时候能够对自己稍微的好一点啊。等到结了婚，钱是老婆的，生了孩子，钱是孩子的，那我呢，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年纪一旦错过就不在。我精致穷，我没错。好，双方一辩之后，目前正方获得了多10票啊。不过，雷哥是从傅首尔的手里头抢回了10几票吧，是吗？刚才好像是增加了22票啊，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是雷哥发言之后抢回了12票。哇，可以，厉害，厉害。发现哎，好像还可以扳回来一点，比我想象的要好，就给自己还是有了不少的信心的。做到了80%吧，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再表现得更好一点。那个康永哥，你觉得第1回合谁的状态更轻松一点？我们觉得首尔有点紧张，是吧？是我觉得首尔参赛以来就会背负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他在跟上一季的自己竞赛，那上一季自己那么光辉灿烂，首尔也不要跟上一季的自己竞赛，你就好好享受这个舞台吧。反正没关系，来日方长嘛，刚刚开始热身啊，是的，哎，对，太好了，我就姑且当做你是对新人留下了一丝善念，就让他能够从你手里抢走10票啊！好家伙！好，来，我们下面进入正方和反方2辩的辩论，来，正方2辩，詹青云。来，雷哥一上来啊，就特别气势如虹，很骄傲的对我们说：“我是为了我喜欢的东西花钱，我有什么错？不对，你不是在为你喜欢的东西花钱，你是在为精致这个概念花钱。你可以自由的决定我要过精致的生活，可是谁来定义什么东西是更精致的？为什么这样的衣服比这样的衣服更精致？这是我们自己喜欢的吗？这是我们自由决定的吗？精致这个概念是怎么决定的？从前是由那些少爷们、少奶奶们的品味决定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致是由谁来决定的？为什么同样口味的2家奶茶店，有一家就是网红？为什么同样难吃的2款蛋糕，有一款就是爆款？为什么有的去某的湖上发呆就叫做发呆，去某的湖上发呆就叫做浪漫？是因为有一个声音不停地用流量和网红在告诉我们说，这就叫精致。在这些精致生活指南的指南下，我们都囤积了很多挪作他用的东西。我们的家里都有一个用来盖泡面的 Kindle， 都有一个用着躺着玩手机的瑜伽垫，都有一个排在鞋柜最高处但是一般轻易不穿的网红宝鞋。什么时候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自己和精致的距离很近？就是下单的那一瞬间。同款的那种魔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一下子就靠近了榜样。可是我们和榜样之间真实的距离，是他真的有去读书，和他真的有去跑步。那些精致来自于时间，可是商家所定义的精致穷的精致，不在乎时间，他只在乎你迅速升起又迅速破灭的一个个瞬间。他们并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活成一个精致的人，他们只在乎你是不是能够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感觉到精致的那种爽感买单。不要说这叫自由，做着提线木偶还感觉自己叫自由，这就错了。我们不仅在被精致穷的定义左右着，我们还在亲自构建着精致穷。我们表面上过着自己喜欢的光鲜亮丽的生活，靠透支未来、借贷消费、分期付款的方式维系着表面上的精致。可是我们每一天早上醒来，头脑中带着一串串的数字，焦虑的醒来，我们真的有感觉到开心吗？我一点也不觉得拥有了这一切的我有能力对抗这个时代给我的任何风险。我一天也不敢离开我的工作，我一天也不敢不健康。
穷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它是一种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一种窘迫感，一种紧张感。香港人有一句话叫手停口停，我觉得我开始工作以后感受到了，就是我一旦停下来，我所拥有的一切就会迅速都没有，我马上就会陷入违约，然后没有钱付房租的窘境。在这种时候，精致穷有一种诱惑的面貌出现了。我们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多，却依然过着这样窘迫的生活。精致穷告诉我们，暂时放下吧，倾你所有的去消费吧，暂时的去透支未来吧，在透支未来的这一瞬间，感受到那一瞬间的财富的自由，用这一点精致装饰自己疲惫的生活吧。我们接受了这种诱惑。我接受了这种诱惑，在这一瞬间，我感觉真好。我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我觉得我比我爸爸妈妈那一代人过得好，比我身边的人过得好。我觉得我是这个体系当中的成功者，用这种精致欺瞒着自己，然后无动于衷了。这一切是这个商家想要的，不要想太多，不要不快乐，享受这一刻。可是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这一切的整个的起点，我们为什么年轻一定要穷？这整个的起点来自于我们相信这样的分配方式就是合理的，我们相信穷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尽可能的去精致，已经不错了。这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选择，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困境。我们是用勉为其难的维系的精致，在装点着它的门面。我们在消费的浪潮里为它推波助澜，维护着精致的幻觉。我们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却也是这个体系的构建者，然后还一边告诉自己我是无辜的。这样的精致穷不是我们的自由，这是我们的困境。我们真正想要的自由，是我可以精致但不必贫穷的自由。这个世界不是必然如此。有一句话叫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都已经毁于过度的精明。那我们期待这个世界那些最可以改变、最可以杰出的头脑不要再毁于过度的精致。哎呦我的天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正方二辩之后，目前是77比23，正方获得了46票。青云是我非常喜欢的辩手，他确实作为辩手比我更优秀，我是有一点点担心啦。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浪费说话的机会。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反方二辩，许吉如，加油，吉如，加油，加油，加油！首尔姐刚刚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干坐的冷板凳，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冷板凳要坐3年还是10年。所以我给自己一个稍微精致一点的靠垫，让我坐得舒服一点，更安心一点，理直气壮一点。青云说的没有错，我跟他同龄，我们都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实际生活就像今天开头超越回答的辩题一样？年轻人的生活有的时候像在吃，可是咽得下去就能吃。所以我想把这个尽量变成巧克力味。漂亮。生活，我想办法让它能过下去，我就还有期待、盼头和斗志。今天这道辩题，年纪轻轻精致穷，我错了吗？大家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强中弱的权力结构。年纪轻轻是弱，弱在阅历；穷是弱，穷在金钱资源和社会资本。中性是精致这个词。往前一步是讲究是品味，往后一步可能是矫情和挑剔，它是中性的。强在哪里？强者在这道题的背后。什么人讲话喜欢用年纪轻轻来开头？年纪轻轻学点什么不好？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比你年长的人会这么说话，年长者强者这么说。什么人指责你精致穷不够理智，没有正确的金钱观，没有明智的消费观，没有足够多的经济学理论和财富知识？比你更富有的人。你说不对，这道题是反思题啊，我有错吗？我在问自己，你好好的干嘛问你自己啊？你听到了噪音，你听到了评论，所以我们看似从内心生出来的反思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是被潜移默化的舆论熏陶出来的。所有的最后反思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一场社会规则的定义。一句话叫什么人干什么事儿，
什么人配过什么样的生活？穷人配精致吗？这道题要拿掉几个字？年纪轻轻精致，我有错吗？我没有错，精致是好词。年纪轻轻我穷，我有错吗？我当然没有错，谁不穷？我理直气壮。精致穷，我有错吗？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你感觉到了这个词汇的矛盾感，对不对？因为你也潜意识觉得精致和穷天然的不兼容，所以没有一个词叫粗鄙穷，没有一个词叫邋遢穷，没有一个词叫凑合穷。穷就意味着邋遢、粗鄙、凑合，所以你是感到两种矛盾的特质在自己身上共存，你觉得他们不该共存，很多人也告诉你不该共存，所以你觉得我可能有错。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你的是，精致和穷它就该共存。这道辩题让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这个女孩子叫东施，这个故事叫东施效颦。故事其实不用我再多赘述了，西施很美。美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美？因为她知道自己美。东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丑和不知道如何美，在于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美。她不美，她不敢照镜子。但她不渴望美吗？她看着西施，她不知道西施的美在气质，在天然的五官，在神态。她以为她所能看到的只有捂心口那个动作，那么我捂着心口，我也是美啊。他模仿的结果是什么样？我们都知道，他更丑了。东施错了吗？我觉得他错了，你可能也觉得他错了，还不如以前。西施当然觉得他错了，可是东施他自己不该觉得自己错，因为这是他美的觉醒和美的课的第一课。他走出了这个第一步，如果他说我错了，他就不会再走第二步。盲目模仿可能很可笑，但也是觉醒和改变的第一步。所以这个错，我们觉得他错，历史都觉得他错，他是个笑话。只有东施自己，他不可以说他错了。所以青云，我承认，我买超越同款，也不会像他一样可爱。我买这本经济学讲义，不会立刻变得如此博学。可是如果你不让我亲自下单去感受，即便拥有了这些物件，我也不会这么棒。我又怎么会痛定思痛的反思说，其实我要做的还有更多？这个话不应该由你告诉我，说这样没有用。你让我走一遭，也许会很痛，但我会明白得更彻底。有一位哲人说过，他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所以未经反思、辩论和疑惑的精致穷，我有错吗？这样的精致穷你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是这道辩题今天的意义。我们所希望的是，今天辩完之后，无论你觉得你有错没有错，年轻人年纪轻轻，不要用这种看似调侃、精致穷、优雅丑、单身狗这样的词让别人来定义你，也不要用这样看似调侃、实则贬低，最终还是落脚到不好地方的词来给自己泄气。谢谢。许吉如把投票拉回到了基本接近初始状态，现在是35比65，太厉害了。来，所有的开杠选手都要面对面的、真诚的、深情凝望对方的开杠啊！来，詹青云、许吉如。来，双方各45秒开始。吉如，既然你都说年轻人吃的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把装点成巧克力的味道，然后告诉自己说没问题，我吃的是巧克力啊，然后告诉所有人说这社会很好啊，它让年轻人吃巧克力啊，而我们明明吃的是，我吃着巧克力的过得更努力，是为了造出更多的巧克力，让未来的年轻人吃，不要面对像我今天这样的选择。如果我不把这个变成巧克力味，这个日子可能我都不过了，又有谁来改变呢？很简单，是因为你相信年轻人只配吃，他们做的最好不过是把他们的装点成巧克力味。可是我们明明可以做到的是，年轻人不必吃，我们为什么不去改变这个设点？青云，如果现在面前就是这个样子，我是不是把这盘食物变得能够下咽，能够活下去一点，再把面前变成真正的食物给别人？那么我也来问你，刚刚你说精致都是被定义出来的，那么你刚刚所说的全篇
反精致难道不是你自己的定义吗？是精致穷里面的精致是被定义出来的，精致是有很多种的，不是所有人都会让人精致穷，只有让你穷的人才会把精致定义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你凭什么臆断我们每个人想过的精致，那种对于美好生活最本能的渴望，都是被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袭呢？我们不是这样没有主见的人。是的，所以我精致不必穷。是的，所以我虽然穷，但是我精致，因为我知道这会让我把日子过下去。薛教授的眼光很好，他一上场就面临这么大的敌人，却有大将之风，真的厉害。可见平常生活当中也非常能吵架。导演组提醒我们说，那个正反方选手可以不再用“这个词儿了。那换个代号嘛，换个坨坨。坨坨。李诞兄，我刚才看他一直两个手这样，你对这样两个知性女性的这种针锋相对什么看法？我觉得他们，哎呀，我只是说这样会干扰后面的人嘛，别说了。你别说观点，点评人物。我就是想点评一下观点。哦，这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算了吧，算了吧。来，我们听黄志忠正方3辩。志忠加油！我们这题目，当我们在讨论错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我们在讨论过失吗？不是嘛，对不对？一定不是讲是非对错的那个错。在这个自由的时代里，这件事情又不犯法。如果我们要讨论错，我们讨论的不是过失，讨论的是错失。你错过了什么？我觉得错过了一个在题目当中没有出现到，却一直在场上出现到的字，叫粗糙，或者是朴素，或者是粗犷，它有很多种形容词。我在对方的好多叙述里头，虽然他们嘴上说的叫做我要精致，可是我在背后听到的，我听到了一股很浓的对于粗糙的恐惧。我们没有人喜欢穷，可是对于粗糙的恐惧，让你宁可精致的穷。对方说，我抄了这句叫做"年轻不开心就是最大的错"。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年轻啊，一生当中最好的时代啊，你为什么不开心？你为什么不精致就会不开心？因为你没办法感受到粗糙的开心。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2种不同的开心，对不对？一种叫做享受精致，一种叫做享受粗糙。手冲咖啡，喝了很开心，这是一种享受。大罐大罐的罐装咖啡，掺了很多糖的这个咕噜咕噜喝下去，也很开心，对不对？肥宅快乐水，对不对？你打开鞋柜，不用每一双都是高跟鞋，为什么？因为穿着拖鞋的快乐，高跟鞋享受不到的。我可以自由的踩水坑，我脱了我不怕被偷，刮了蹭了，它不会再有损失。你知道一个健康的人，他是能够享受到2种不同的开心的。他既能品尝精致，也一定能够拥抱粗糙，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人。相反的，如果有人一看到精致就觉得这叫作，这叫装，这有毛病。反之，如果有人一看到粗糙就叫做这叫 low， 这叫吃，这也有毛病。你知道精致的人，如果说他错失了什么，叫做享受粗糙的能力。他没有办法感受到粗糙带给你的那种自由、轻松、自在。你穿着精致的衣服的时候，你吃个面都要小心别滴在身上。你穿着家里那个破汗衫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放松。我知道讲到这里会有人问，可是既然2种都快乐，那我就是喜欢其中的一种快乐不行吗？
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为什么我就不能够说，我就只享受一种，我只感受到一种的快乐，我就是讨厌粗糙的快乐，有什么不对呢？没有什么不对，可是请你了解一点，人生的本质就是粗糙，精致都是包装在外头的，它不是自然现象。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脸上都有精致的妆容，梳了精致的空气刘海。可是你知我知，回到家里卸去这一身精致，你是不是在镜子里头要看到你自己啊？不能拥抱粗糙的人，他拥抱不了他自己。憎恨粗糙的人，他终将憎恨自己。甚至我可以告诉各位，你们无论你脸上多么的光滑，迟早会有皱纹；无论你手机贴了100层膜，迟早会有刮痕，迟或早而已。如果你不能够感受到粗糙本身的力量，不能感受到粗糙带给你的自由，如果你不能感受到这一切，你会很痛苦，因为你用金钱堆积的一切精致终将崩塌。我没有看过哪一个光滑的大理石地板是不会有刮痕的，迟或早而已。而如果有人告诉我，说那就只有这样子了吗？我们这么悲观吗？我会告诉你，有关错的第3层含义，那叫做偏差。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精致是不会崩塌的。不会崩塌的精致，你知道是什么吗？恰恰是它不太花钱的精致。你想想看，文学作品、精致的诗、词、小说，当你欣赏这一切的精致的时候，这不会崩塌，它不会有刮痕，它不会消逝。阿詹，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在国外欠了一堆钱，在念书的时候，在地铁上读《庄子》。还有最不精致的外在，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没那么精致的外在。这回是故意的，但他还是可以享受属于他的精致，那个不会崩塌。有人追求的是什么呢？精致的生活习惯，这个不花钱。老绅士每天起来把自己的衬衫挂好的穿在身上，不用是名贵的衬衫，细心的插个手绢儿。他精致，他不花钱，这个不会崩塌，因为习惯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又比如说幽默感，幽默感是这世界上很精致的东西，它需要精致的体会、精致的品味。所以你看，你告诉我，你最后偏离了什么？偏离在于你把所有的金钱追逐一个终将崩塌的精致，而与那些更广大、更永久的精致擦身而过。好。好，目前正方掰回到领先41票，72比28。黄志忠简直了，我天！今天他就是一个发光体。哎呀，欧巴还是那个欧巴，还是我当年就是抱着屏幕看3遍的黄志忠。来，反方3遍，潇潇，加油！首尔一开始啊，其实就帮我们定义了执中刚刚回答的问题：精致和粗糙之间的区别。她老公跟她相亲，穿得人模人样。她大大咧咧，结果结局是什么？她老公得到一个可爱的她，她得到一个看不上的他。所以，对你来说，你老公是砒霜，但对你老公来说，他得到了蜜糖。这就是精致比粗糙好的地方。再来，青云和吉如2个知识女性在那儿聊坨坨。我告诉你们，
其实青云的观点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迎合外面世界定义的那一种所谓的精致，我们认，我们就是要迎合外面世界定义的那种精致。你不先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你不先去迎合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你愿意做满地噼啪的鞭炮，还是那一朵不一样的烟火？哪怕试错都是收获，但我们没有做错。到职中，他说他听到了我们对粗糙的恐惧，但听完他的全篇发言，我听到了他对贫穷的恐惧。你说我们无法感受到粗糙的魅力，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感受到贫穷带给我们的动力？最后他告诉我们，有一些不需要花钱的精致，李诞的幽默感、书籍、一些思想，大家发现了吗？他不是拒绝精致，他是不想花钱。这就是我们双方的区别，他就是抠啊。来，今天我们聊精致穷，我们聊的是什么？是你们面对一块可口的蛋糕，面对一件想要的外套，能不能在平淡生活当中对自己好那么一点点？只有在平淡生活当中，你们愿意为自己付出那么一点点，你们才会感觉到之后的生活的苦会少那么一些些。好，我再来跟大家定义一下，精致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精致穷？你买了一个包，买回去你爱不释手，结果全世界都觉得它丑。这个时候，你的心理预期和社会评价产生了落差，你开始反思这笔钱我花的值不值，我是不是有点超前消费了，我是不是有点亏了？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做错。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能这么想，包不能退。不是你选择了那个包，是那个包选择了你。不是你选择了精致，是精致选择了你。不是你选择了欲望，是欲望选择了你。不是我选择了辩论，是辩论选择了我。所以，我们人生下来的所有欲望、野心，哪怕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而我方的态度就是，给老天爷这个面子。好，所以今天这道题，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什么？精致代表着你的欲望和野心，穷代表着你的现状和能力。就是当你的能力匹配不了你的野心的时候，年轻人，你错了吗？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刚才大家都聊到，年轻人谁不穷？跟对面比，雷哥比首尔穷的是生活经验，吉如跟青云穷的是辩论经验，我跟职中穷的是活着的经验。所以按照首尔的话说，我们要告诉自己，今天我们面对面的 PK， 我们不配吗？不，我们接受精致穷，就是我们认可我们自己的不配，但是我们依然要努力让自己配得上。最后，我要告诉大家，面对这样子的落差，我方的姿态是什么？我会告诉职中，能力方面我们确实有差距，我们怂了，但是在想赢你们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做错，因为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做错，我们将永远没有进步的空间。但是没关系，来日方长，毕竟我们年纪轻轻。谢谢。好，目前正方领先15票，来，双方请开杠。
加油！潇潇，45秒，开杠，开始。是要问你，想吃蛋糕是欲望，想吃馒头是不是欲望？两种都是欲望，我们没有干预你们粗糙的欲望，也请你们不要干预我们渴望精致的欲望。可见，不管是不是精致穷，我们谁都没有叫大家压抑欲望，谁都是鼓励欲望。我们只是说，为什么只有买蛋糕才叫做欲望呢？但是你方刚刚提到了，你们抗拒贫穷，我们愿意为精致买单，而你方不愿意，这是我们两者最大的分歧。你们不但不愿意为精致买单，你们主要是不愿意为了粗糙买单。我们粗糙不需要买单啊！刚刚你自己也说了，你穿件汗衫就可以了，你要买什么单？那个所谓的买单叫做心理上的买单。吃烧饼的时候不要有耻辱感。当我们追求精致感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还会有优越感。所以一个人如果只有吃蛋糕才有优越感，吃烧饼就有耻辱感，你就会为你的人生买单。所以大家发现了吗？职中一直在定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追求精致穷的时候，我们是抗拒另外一种生活的。我方从未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追求精致没有问题，可是会把自己搞穷，那就代表你不是买一点点蛋糕，而是你拒绝吃烧饼。时间到，双方各选一个结辩的人选，正方是黄志忠结辩，反方潇潇结辩。因为是先开后结，所以我们要请反方潇潇，你只要喝好水，准备好，你就可以开始结辩。 OK， 来。好，我现在告诉大家，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非常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我现在就是一个精致穷的状态。我其实收入不错，赚得不错，但是我非常强烈的购物欲。马老师对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潇潇，你省点钱吧。但每次他说这句话，我都想跟他讲：马老师，你少分我点钱吧。然后我告诉大家，今天我说出精致穷，我选择这样的生活，我没有错。这句话说出来以后，不是打他的脸，就是打我自己的脸，因为这是我对我自己最严肃的鞭策和我对我自己的未来最美的承诺。谢谢。这道题里面还有我。他刚才讲那句话的时候，超越就看了你一眼。对，你看我干嘛？什么钱？就我在负责他的经济业务，我是他的经济学家，这样你懂了吧？好，来正方结辩开始。我们可能误会了一件事，因为我们发觉反方一直都在谈穷，可是不是啊？什么叫精致穷？看小片也知道，这个人如果不是那么追求精致，他不穷的呀，你懂吗？你的薪水就这么少，你过得粗糙跟过得精致，你都会穷，那当然太惨了，那当然是你老板错。可是小片里的那个人，他生活可以不用那么窘迫的，不用那么有压力的，买个蛋糕他不是买不起的，只买蛋糕他才窘迫。喝杯手冲咖啡不是喝不起的，只喝手冲咖啡才窘迫。口红他不是用不了的，也就是说他生活不是没有动力的，他生活不是只有粗糙，他也是可以有精致的美好的。可是他由于不能接受任何粗糙给他的乐趣，他才把自己弄穷了。好，全场观众，请你最终选择正方和反方谁表现得更好，请投票。5、4、3、2、1。好，正方获得多28票胜出。我们终于憋了半天的各位导师，现在可以一吐为快了。我们从刚才憋得最厉害的蛋蛋开始，好吧？我让黄志忠给说完了。真的，你出现之前，你看薛老师，我这写个粗糙，糙我还不会写，我就是
我想说，哇，这个论点太精妙了，我一会儿要好好说一说年轻就要粗糙，然后写到这儿，黄志忠上来啪啪一顿说，你看我这写一篇，我这根本用不上，气死我！好写。我就是说年轻要粗糙啊，只不过论述的方式跟志忠不太一样。你年轻的时候不粗糙，就没机会了。啊？你老了再活得糙，很苦的。这也不用你告诉我们吧？就是年轻的时候要体验这个。你老了，你像马东老师，你看他录乐队的夏天多痛苦。就是你能想象到马东老师这个年纪去音乐节吗？你们去过音乐节吧？音乐节是很不精致的一个地方，但是那种粗糙是很快乐。生命最重要的不就是体验吗？有一些东西你只有在身体身强力壮的时候去体验那个东西，你体验到了，它就得到了，就是你的一部分了。而且很重要的是，你年轻的时候睡过马路，上过那种巨脏的厕所。1个月就靠泡面生活，你老了以后不太容易被一点点困难击垮嘛。这个经验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得到，代价小嘛。你年轻的时候犯点错，粗糙一点没关系的嘛，不会活得那么惨。然后刚刚再回应一下首尔那个人生是不是奥林匹克，我还是觉得人生不是奥林匹克。奥林匹克和人生有个大的区别，奥林匹克是有结论的，你扔完标枪你就知道你输了赢了。人生是没有大结局的，你不到死那一天，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没有说今天拿个金牌，明天我就不用锻炼了吗？不一样的，你还是要不停的战斗下去。那你就是要不停的得到各种各样粗糙的体验，精致了也就是一个暂时的东西，那些体验才是永恒的。听听无论怎么样都会站在他反方的薛教授是怎么讨论这个问题的。蛋兄刚才说这个粗糙和精致其实混淆了概念，因为我们看那个小片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买包包的那个人也吃泡面，那到底是精致还是粗糙？你搞清楚了没有？我自己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人长期都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指责他，我们去想想背后是什么道理。而至于说你说追求时尚。这个事情不是今年，不是这个10年，不是这个100年发生的事情，是人类有史以来，甚至可能是动物都在做的事情。只不过当时的约束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他们追求的那个美不一样而已。都有一颗追求美的心，而这个追求美的心在社会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发信号。你向其他人发一个信号，说我在乎你们给我的感受。你要见一个重要的人，你穿好一点，你化个淡妆，你把头发梳好，这个表现出你在乎。而这个在乎在职场当中，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重要吗？非常重要，你每一步都比别人稍微在乎一点，你永远不是跟天才比，跟遥远的那些成功人士比，你永远是跟你的同辈、你的同事、你身边的人比，你是这么一点点进步的。我觉得不要去责怪那个我们不能改变的世界，而是要去鼓励那个我们能够进步的自己，这样才能够做好。所以呢，我觉得追求精致没有错。谢谢。蛋兄，你这个我懂，可是你把这个比到人家的鼻子前面去是？薛教授说完了以后，康永哥不知道要找一个什么层面来分离他一下。我们这一季继续作对吗？我没有要跟你作对，我就做我自己而已，所以你在哪儿随便你。来参加第6季的录制之前啊，我有一个朋友过得很辛苦，他现在也才22岁，他从13岁开始就在发廊业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生日快到的时候呢，我就说你今年有要为自己做什么特别事吗？他就说我好想要买一个名牌的包，还不是真的包，只是那种系在身上的腰包而已，因为他做美发业，他得要放很多工具。他说我好想要那个牌子的包哦，可是我可能要用分期付款的来买。他说大概分12期可以把那个包给买下来。
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大概1万多人民币吧，啊，我就说你介不介意我先垫给你这个钱？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我就让你快一点，不要分期付款，你就快一点拿到1万块，你就去买包吧。所以我就把这个钱就立刻讲完，第2天我就立刻给了他。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妙事吗？他就没去买包了。他收到那1万块一刹那，他知道，哎，我买得起这个包了。他说我再走到那个牌子的店门口去，看着那个包，这个角度，我就说只要我付了，这个包就是我的了。我为什么还需要买这个包啊？心理需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广告的催眠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受到了社会塑造的假期望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幻觉一变成真实的时候，那个幻觉的魅力就消失不见了。就是他原来追求那个精致，在他眼中忽然不重要了。我只能说我运气好，就是我小时候没有跟这件事情逆着来，我就是喜欢精致的灵魂超过精致的东西。我觉得读书的快乐持久远超过得到一个包。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你一旦灵魂精致了以后，好多人会觉得你的身上是精致的，这太奇怪了。我真的见过穷到一件白衬衫、一条卡其裤可以穿2个月都不换的，然后我每次碰到他，就觉得我怎么在他面前，我怎么那么粗糙啊？就是他就能精致到那个地步，他想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都让我觉得望尘莫及。所以之中讲的那个，你不要管精致或不精致，粗糙或不粗糙，你得定义你自己的精致，然后你一旦定义好了，就往那个目标迈进。剩下别人强塞给你的标准，姑且听之，不要受控于它，这是我的建议。唉，好久没有听到康永哥的辩论了，但是我还是要给你道个歉。就是你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你说他准备分期付款买一个包，对，你说我能不能先把钱垫给你的时候，对，我以为你是为了挣他那个利息。你呢？你就做潇潇一个人的经济学家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再做我的经济学家。好，康永哥是正方立场，所以现在是罗振宇老师的反方立场。有一部科幻小说，说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你猜他会用什么方式向地球人展现他的力量？咚咚咚，发导弹嘛。他们只干了一件事，在月球上立了一块碑，然后就走了。后来人类上了月球，去测量这块碑，平平无奇、方方的一块碑，仅此而已。但是令人震撼的事情发生了，无论用什么方式测量这块碑，结果都发现方碑的长、宽、高3边的比例都是精确的1:4:9。下面特别震撼的一句话，在原小说当中说，外星人是用一种狂妄的方式向地球人展现他们的力量。对，展现力量的方式从来就有2种，一种是我很有力量嘛，第2种就是我很精致嘛。我们对于精致其实是有误解的。比如说，我曾经问过一个作家，哎呀，我说你们作家好有创造力啊，怎么写都行。他说错了，作家的能力是每一笔都精准。就像马老师，我特别佩服他，爱开玩笑，也会开玩笑。你觉得他是随意吗？不，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气口都精确。
这才是我们达不到的力量。你说的这个是我听的最精致的一句话了，精确。你像我这么粗糙的一个人，我今天在这儿为精致去辩护，好像也不太妥当哈。但是，这就是我这个岁数的人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生追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台上几个导师？比如康永老师，永远是3个姿势：思考、倾听、兴趣。哎，他永远是这3个动作，执行的特别精致。而薛兆丰老师，请注意，双手空握拳放在桌上，从来不变，这是一种精致。你再看看剩下一位，他一场能换800个姿势。说明我知行合一，说粗糙就要做到粗糙。那为什么蛋总可以呢？他年轻，活到我这个岁数，我知道，一不小心就油腻。何以解油腻？唯有精致。啊，这个好，漂亮。王老师，这个收尾好像稍微还是有点油，感觉。学跑吗？哎，他刚讲话的时候，我回头看你一眼，结果你笑出来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你笑我就笑了。所以，可是你有在听他讲是吧？嗯。啊，觉得如何？我觉得挺好的，就讲的还挺抽象的。外星人立了个碑，那个碑很精致。我觉得超越这句话跟刚刚的弹幕上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弹幕刚刚应该也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怎么样？精致穷吗？精致穷。说说你的想法。精致跟穷不穷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要做到不精致，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和强大的内心。我是一个内心特别不强大，也特别不自信的人，所以我就需要精致一点，才能让自己更加跟别人都能有，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嘛。所以我就是很想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去让自己接受自己。就是有时候我会是那种因为自己丑会哭的人。我有时候晚上照镜子，莫名其妙观察自己，我观察哭了，我觉得怎么这么丑啊？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再精致一点，那边还可以再精致一点，所以我是觉得内心还不够强大吧，就是没有办法认同自己，所以在找很多那种外在的东西去加强自己的这种信念感，就是说你可以的，你跟大家都一样，你很优秀。你是半夜看镜子会把自己丑哭了的人。对。有时候看镜子这样看，发现啊这边感觉这边高一点，这边低一点，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我怎么长得这么失败，就是这种。你镜子摆这儿看，谁会长得不失败啊？就。对，就是不自信嘛，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么多人喜欢你了，自信心强了吗？没有。因为我是觉得他们虽然是喜欢我，但是我觉得想要让自己喜欢自己有点难。哦，你自己看自己的老照片吗？我觉得我永远觉得昨天的自己就是一个很傻、很讨厌的人。哦，就你而明天的自己是我最期盼、最想要见到的人。啊哈啊哈，那好，看啊，那看旧照片也无所谓。啊？就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希望是这样吧。希望是这样 ，OK。怎么样？现在是教授在跟女明星聊天吗？对，是，而且聊的没滋没味的，你知道吗？就你很怕自己变不好嘛，所以我想知道你是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还是相反？当然是越来越好，要不然怎么活下去啊？哈，那就好，那就好。这个
薛教授的聊天结束法就是他的结束语叫“那就好”。哎呀，这个奇葩说啊，他们导演组在设计这个辩题的时候，然后说到精致穷，因为我们自己公司里面就有好多小朋友，就是好多年轻的员工是精致穷。现在可能有好多人此时此刻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然后正在后台骂我，因为他们的精致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他穷大概都觉得是我造成的。就像你听这个听场外的掌声，对。然后今天我们是队长选拔，然后在6位当中将选出我们的4位队长，由现场所有的观众来投票。正方获得了辩论的胜利，每人加5票。然后我会请每一位起来，大家给他投票。其实今天那6个人里面，谁当队长我都会很高兴。如果说队长要起到一个负责任的角色的话，可能新人他会更卖力吧。第1位，反方一辩雷哥，请给雷哥投票。3、2、1，25票。詹青云，请给詹青云投票。哇哦！我每次看到詹青云上台，我就觉得他要鸣鼓出征的感觉，就是很有英气勃勃的样子。我是觉得他的逻辑思维真的还挺强的，那种气场和那种冲击力和那种压倒式的那种攻击感觉，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是没有话可以去反驳他吧。3、2、1， 77票。来，黄志忠。3、2、那职中就是确实爱思考嘛，他都会走得比较深。我最享受的过程就是听职中来重新定义题目。他今天又是一个经典的黄执中式的辩论。85票，正方一辩傅首尔。哎，全场观众请给傅首尔投票。太紧张了，这是我见过傅首尔最紧张的一次比赛了。72票。反方3辩潇潇，请给潇潇投票。3、2。潇潇在这一场当中的表达缺了一点点的果决。64票。我觉得潇潇是因为有一点点疲倦，可能。第二，很可能是大家对他的期望更高。来，反方2辩许吉如，请给许吉如投票。3、2。71票，71票。哇！许吉如是不是有点太牛了？开挂了，开挂了，开挂了。他是一个新奇葩，他就是做得好啊，应该多给他机会，他缺的只是机会。根据这个投票，将获得4个战队队长称号的是黄执中、詹青云、傅首尔和许吉如。来，祝贺4位。那潇潇和雷哥来，请到奇葩席就坐，谢谢。在最后，有2位没有选成队长，要请下去。那个瞬间，我内心是纠结了一下的。以我对潇潇好胜、敏感的那个了解，我觉得那一下他会难受。
在一季刚开始的时候受到一些打击，能够迅速帮他恢复到一个冷静体温，我觉得就挺好的。其实看到一开始是会失落，但是其实还是很释怀。我今天真的是自己的时间没有控制好，然后自己没有准备好。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好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蓝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真暖和。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好，我们下面进入导师和队长的双选环节，由导师来发出邀请，要选一个人到你自己的队里来，他有权利拒绝，当然还可以欣然接受，那你们就配对成功。我们是根据在整个奇葩说让所有的辩手在事先的盲投当中，李诞是17票排第一，薛教授16票排第二，康永哥15票排第三，罗老师8票排第四。来，李诞先开始表白啊！我始终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我，很费解。可能就是因为跟我在一起压力比较小吧，那就输了的话肯定就是我的责任嘛。所以我觉得我选谁他们都会答应的。我猜我选的这个人是在所有奇葩说的辩手中唯一一个看过我写的书的人，所以我还是挺感动这件事的。虽然他今天表现的不好，但我觉得他未来肯定会非常非常好。我选择傅首尔。好，别着急，矜持一点，矜持。傅首尔，你愿意接受李诞的请求吗？我早就想好要选他，因为这一季我就是要看着他不来我们奇葩说混饭，就是要督促他努力输出内容。好，那傅首尔给出的答案是 I do。我能从首尔身上感受到其他所有辩手都没有的那种宽容，对别人宽容，对自己也宽容。那我恰恰就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对不对？就很好。薛兆丰教授，我自己不是一个辩手，更加没有教过人家怎么去辩论，怎么去带队，所以呢，我很可能会拖你们的后腿。这个不论是对3位都是这么说，但是呢，我非常愿意选吉如做我的队长好，吉如，你愿意接受薛教授的邀请吗？愿意。好，来，你们。我很佩服教授的勇气，他选了一个新奇葩，就是这是何等的见识跟勇气，所以他的把握完全给你们看在眼里，就是我选一个新人，我们2个自然能够对付你。康永哥，在青云和执中2位里面，请做您的选择及告白。好像分战队我们就要打仗了，可是以我参加6届奇葩说下来呢，胜负早就被遗忘。如果你赢了，结果不精彩，你其实就输了。所以我希望我选的这位队长能够认同我这个标准，就是我们不要管胜负，我们非精彩不可，我们不精彩就对不起奇葩说这个舞台。然后我根据这个我刚才对队长的想象呢，我要选择这个人选是我一直从他身上体会到，就是山崩于前他也面不改色。我数次目睹他遭到重大挑战，他就算要输了，他还是撑得下去。所以我想要邀请詹青云。青云，你愿意加入我的队伍吗？愿意。哇！我现在跟康永哥确实不认识，但是每次在辩台上表达的时候，我都会望着康永哥的方向，因为他特别会给人正反馈，他就会点头，那个是很大的鼓励。我谢谢康永哥。好，现在3队里程，黄执中、
你愿意退赛吗？那个，我其实就想说一段话。好。其实我挺有心机的，从前天开始，我就一直在绑架黄执中。很简单，我绑架执中，只想向各位新老奇葩传达一个信号，就是我的分数最低，票数我只有8票。谁都有求生欲，对吧？那我能给到你们的很简单，就是我本人得到 APP 所有的智力资源，还有像黄执中这样的人能够帮到你的人，只要你加入我的战队，我会帮你，至少每一个辩题我都至少会帮你想一个点，这是我的承诺。我愿意帮你，求你们帮我。谢谢。哇，不是选队长吗？怎么这我也可以来？我承诺每一期给你们加10个梗，好不好？哎，我还能这样？我的天哪！徐教授准备给什么？给什么？给钱。数字队员选你，你总得意思意思嘛。我会跟队员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冠，我会借经济学的力量替你们夺冠。哦，康永哥，我知道你非常不耻他们3个这样的行为，对吧？对。但是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没有怎么办，就是我觉得以我在贵节目6年来的表现，我不认为他们会不选我。啊！你们要冲着什么10个梗啊1个点去的，那就跟冲去了超市里面就第一个抢打折扣的花车上的那些破东西。啊！他们家给的多。康永哥，如果规则允许，我都想加入你的战队。蛋兄，你不能加入我的队，因为我刚才听了郑宇讲那么可怜的话，说求求你们帮助我，我决定加入他的队。谢谢。那我们仪式还是要有的啊。那个，请这个罗老师对执中发出邀请啊。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们赢的把握比较大，因为我和执中的力量感，就是在辩论上的力量感，我们能击穿一些东西。我们4个战队已经有了导师和队长，那后面我们将进行的比赛将逐渐建立自己各自的战队，夺得最后的 BB Team 和看看谁能成为 BB King。谢谢大家看这一期的《奇葩说》，同时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好节目，不要忘记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人全力支持这一切，才能让它有一个重要的展现。京东双11全球好物节，上京东享超级100亿补贴，你在意的好物尽在京东。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奇异果 TV 把视频放大100倍，看啥奇葩都不累的电视 APP。上微博进入奇葩说话题页参与讨论，和你喜爱的奇葩们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奇葩说，加入知乎圈子，选手不定期空降，更有惊喜福利。上百度百科搜索节目名称，看短视频了解节目内容。唇枪舌战就用百度输入法智能语音，表达快人一步。登录新浪新闻、新浪圈子，参与奇葩说话题活动，解锁更多精彩福利。观点没说够，来奇葩说部落和95后参与每日 PK。关注微信公众号东七门，回复奇葩说，获取更多导师和新老奇葩的独家幕后花絮。上一点资讯看奇葩攻略，下载网易新闻看太师开杠，聊社交真相。下载扎克尔新闻客户端，关注最新最快的节目资讯。界面新闻提供知识与价值，给每一个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人。在荔枝新闻看懂奇葩的世界，把你天赋带到虎扑影视区，和千万 JRS 一起嘴上争锋。上搜社交 APP， 和更多有趣的奇葩聊聊精致穷。我们有一个奇葩天团，叫做飞船少男66666。我知道你66666。你们
前3名关系都很好吗？我跟关系更好，所以跟第1名和第2名都不是很好。下面进入导师队长秀，双方导师下场辩论。我谁我都怕，我觉得谁都比我厉害。加油，蛋总加油，蛋哥加油，加油，坚强。少让我上台几次，比啥都强，求求你了，马老师，再牛逼！关注公众号书单，和400万年轻人一起读好书，女生都爱关注的公众号。白日做梦，一个没有鱼头依然香辣的公众号。剁椒电影，关注小北，用声音治愈孤独患者。看更多免费电影演出，就上爱特豆 APP， 东西不必亲自送，着急记得用闪送。好好学习，多多益善，善始善终，才能事半功倍哦。途家民宿，好民宿多到爆！下载爱奇艺泡泡 APP， 泡在奇葩星球做 BBK 认证硬核语言家。奇异果 TV 把视频放大100倍，看啥奇葩都不累的电视 APP。来爱奇艺极速版 APP， 看更多独家精彩短视频。虽然我说不过你，却能给你好看。爱奇艺奇遇 VR 4K 剧目超高清体验 ，AI 语音投屏就用爱奇艺电视果。来爱奇艺 APP 搜索《奇葩说》第6季，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花絮。上爱奇艺搜索“好好说话”，参与爱奇艺知识抽奖活动，赢取奇葩说门票和爱奇艺会员卡等大奖。感谢特别合作媒体爱奇艺娱乐、微博、微博台网、微博视频台、微博幽默、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手机百度、百度百科、百度输入法、知乎、网易新闻、兴趣部落、一点资讯、Docker 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客户端、荔枝新闻、有道词典、有道精品课、爱奇艺泡泡、爱奇艺 VIP、奇异果 TV、爱奇艺极速版、爱奇艺 VR、爱奇艺电视果、爱奇艺搜索、爱奇艺知识、通明文化传媒、搜王果妈妈、星期8 media、白日做梦、可可西里的酒馆、乔化、生蚝哥哥、一路向北、剁椒电影、书单、青年特稿、扇贝单词、有道词典、有道精品课、中国交通广播、乐童 APP、小米音乐、花视频 APP、B 站、智联招聘、听伴、Bolo 音乐、灵感、SoGIS、Pika、WiFi 万能钥匙、洋气短视频、有票、轻加、怪兽充电、闪送、茄子悬赏、茄子日报、北京头条、北京青年报 APP、爱特豆、爱康国宾、途家、车主帮、犀鸟公考、闪萌、达达、漫漫漫画、闺蜜圈、图姐电影、客空间、鱼丸、饭堂、音有趣、粉丝公社、追星族、咖社区、月头条、Mori 手账、最美天气、快陪练、光珠圈、小布在家早教、来电、功夫咖小题大做、鱼罐头餐饮、斑马会员 APP、讯飞输入法、BOE 移动健康 APP、备胎厨房 APP、知图 APP、蜗牛睡眠、英语流利说、咸鸭蛋的生活 APP、恕我直言、驴火娱乐、西瓜子、巨桃 APP、星宇网、观众网、游戏、一只鱼、豆豆虫 APP、模范生、智鱼、OWAT、黑鱼、小鱼、卡拉 Kila、引力资讯、曼源、若晴、智恋、一在快乐粉丝会。爱奇艺悦享品质。